哈哈，果然全中。昨天看到大巴黎对拜仁的5-4，今天看马竞和阿森纳果然是1-1。这2场球踢完，现在欧冠夺冠赔率，拜仁和巴黎并列第一，阿森纳第3，马竞第4。这比赛难看到什么程度呢？好不容易进了2个球，两边还都是靠点球罚进去的。阿尔特塔在阿森纳安排的战术之保守，过去很少能见到被马德里竞技压着打的球队，这还是英超排名第一。不过客观讲，还是场面上比想象中稍微好看一点，只是两队的前锋终结能力太差，特别马竞这边的好机会不少，比赛没拿下来。就像他们的前锋卢克曼的射门，对面门将都没有反应过来，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把球扑出去了。所以万一阿森纳能够晋级，在阿森纳的庆功宴上必须要请卢克曼，他不到场不动筷，谁也不能动。所以卢克曼这个球员28岁了，也不小了。怎么说呢？其实他今天表现还很好，因为总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点上，那几个绝佳机会还都是他跑出来的。但同时他也是真正的战犯，踢丢了2个空门，浪费了几个绝佳机会，闷头就往对面门将身上干，堪比过去的吴磊。马德里竞技本赛季如果没有卢克曼，那么连半决赛大门都摸不着。但是就今天单场的表现，确实终结能力不行啊。但凡正常一点，今天马德里竞技起码是3-1拿下。而今天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赛前马德里的市长在贵宾包厢一个人闭着眼睛高唱马竞队歌，闭眼仰头，非常的投入。今天现场约7万名马竞球迷齐唱队歌，市长跟着大家一起，头微微后仰，向着球场上方，闭着眼睛唱歌的时候格外投入，画面非常有戏剧性，甚至引得站在他右侧的马德里竞技主席似乎也对市长的投入程度感到非常意外。好，朋友们，今天中国 U15 很罕见的在意大利国家之杯资格赛第2轮2-0战胜了意大利的 U15， 球员沙明独中2元，首发阵容里还有唐华健，还有张浩业。尤其是张浩业，过去我跟他的爸爸很熟，他和老 K 的儿子在赛场上还经常相见。这个小球员咱们记住他，未来我很看好。好的，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感谢您的订阅，您所有的互动都能让视频被推送到更多的朋友看到，所以谢谢大家。咱们继续。值得一提，今天的贵宾包厢内，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也到场观战，所以今天的大都会球场被营造成了类似于过去卡尔德隆球场的氛围。马竞的球迷按照传统向球场内投掷了大量的卫生纸卷，将整个球场染成了白色，这也是现代欧洲足坛并不常见的超壮观场面。今天对大都会球场来说，是他启用了近10年以来最重要的比赛之一。今天马竞这边除了卢克曼多次错失良机，还有汉茨科差点送了2个点球给对方，跟对面阿森纳的本怀特在这一场真是卧龙凤雏，不遑多让。而本怀特之前的节目老 K 就说过，他本赛季的状态是真差，今年的足总杯、联赛杯还有后段的联赛，包括今天的欧冠，场场被对方打爆，不由得让人想起曼城的刘神刘易斯。在这赛季廷贝尔伤了以后，本怀特上来直接阿森纳就输了3场，输了联赛杯决赛、足总杯淘汰赛，还有一场关键的联赛，场场都有失误，都被打爆。今天在欧冠半决赛第1轮又送点球，相反看看新来的莫斯克拉，比他表现好多了。另外阿森纳今天的萨卡伤愈之后表现非常抽象，带球多次丢失球权，现在右边锋这个位置，拜仁的奥里塞一天天就这么踢出来了。可是萨卡年少成名，到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本赛季不论是受伤前还是受伤后，从来就没有支棱过。想想2年前还是天赋异禀、前途无量的大英帝星，可是正如了部分阿森纳球迷那句话，在阿尔特塔手下已经带飞了多少前锋了？同样都出自英格兰青训，现在的萨卡跟奥里塞比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作为一个进攻核心，拿球向前的能力退化到现在这样，今年的英格兰真是苦。中前场除了哈里凯恩，似乎没有一个状态好的。之前大家以为萨卡是伤没有好利索，可这都已经多少场了，一直在丢球权，一个萨卡，一个厄德高。厄德高到了大场面也全是失误，他俩导致阿森纳踢得像是娘炮足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厄德高把后场到前场的球给传导给拿住了，能够分给对应的位置，但是太喜欢等球，而且不发动快攻，每次都等对方的防守队员站住了，厄德高才开始拿球攻。
不过客观讲，他现在还是比切尔西的帕尔默要稳定一些，比拜仁的穆夏拉呢更健康一点，比利物浦的维尔茨可能稍微多一点作用。所以厄德高下场之后，阿森纳的控制力又下降了一大截，场面更加被动。但他在场上也是一拿球就回传，也没有造成任何威胁。下半场没有厄德高在的25分钟，阿森纳连后场的球都出不去。可是看多了之后，作为很了解他的球迷就知道，他总是像陀螺一样，只要拿球就永远先原地转一圈，像是有什么指令被触发了一样。现在呀，厄德高的射门能力越来越差，传球也不如过去有想象力，到了大禁区就回传，甚至快攻的时候也能回传。所谓的世界级中场厄德高，但是却没有输送弹药的能力，也没有终结能力，总浪费机会，令人扼腕呀。本场比赛表现最好的果然是大家预料的阿尔瓦雷斯。上半场可能有几脚确实有些毒，但只要看完整场比赛你就知道，马德里竞技除了他，其他人更不行，单刀都踢不进。马竞很缺像恩佐这样的阿根廷中场，都没有人给小蜘蛛在中场把球摘出来。所以阿尔瓦雷斯属于他在场上你感觉不出来，等他一下场你才发现，哇，他才是马竞的大腿呀。现在的马德里竞技除了小蜘蛛，还有谁能在门前制造威胁？但是今天在场上被阿森纳的防守队员照顾得太狠了，感觉膝盖都要被踢烂了。上半场就看到他一直在按腿部，终于在比赛中还是受了伤，提前退场。只是赛后根据阿根廷国家队跟队记者的报道，阿尔瓦雷斯的伤似乎并不严重，他是感觉自己扭到了左脚踝，因为左脚踝的疼痛而退场。那么今天比赛表现第二好的是阿森纳门将拉亚，回到了西班牙，在父老乡亲面前，拉亚的反应是真快，扑出了阿尔瓦雷斯超有威胁的射门。他今天的表现相当于是前锋上演了帽子戏法。所谓弱队出门神，现在阿森纳的拉亚呀，必须得全场最佳。这场要是没有他，估计阿森纳就被拿下了。另外，泽凯赖什也必须表扬，虽然他的天赋看上去上限很低，但是宁做凤尾不做鸡头，在场上他是真的拼，真的勤奋，勤能补拙。当然了，但也真的是很笨拙。在阿尔特塔的手下，泽凯赖什没有丝毫的战术地位，但兢兢业业的各种比赛首发了37场，已经有19个进球2个助攻。说真的，能快20个球也是真不容易。而今天的比赛中，阿森纳还有一个争议的点球判罚被取消。对这一点，泽凯赖什表示，埃泽倒地却没有被判点球，我也不明白裁判为什么这次不判。而阿尔特塔说，点球被取消，这改变了比赛的进程，我们非常愤怒，这绝不该发生。但是对面的主教练西蒙尼倒是对泽凯赖什获得的那个点球颇为不满。他说呀，在欧冠半决赛判罚的点球必须是真正的点球才行。那次接触在我看来非常轻微，可以不判点球，那是在背身状态下的接触，对方就是等着汉茨克去碰他。至于阿尔特塔很愤怒的那个中场前裁判看了回放后又取消的点球判罚，我从不评价同行的观点，没什么好评价的。足球啊就是这样，每场比赛后总是充满争议，但总的来说，今天这一场比赛节奏格外的沉闷。当然，这也完全不出人意料。看了昨天的大巴黎对拜仁那一场比赛观赏性如此之高，可今天的球员呀，无论是马竞还是阿森纳都缺少在门前的灵性，所以足球有好看的，也有难看的，但也有像今天这样超难看的。那么破门乏术的阿森纳耻辱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近8场比赛只进了6个球，每场最多只能打入1球。破门乏术的兵工厂是真的不擅长运动战进球，今天又是只进了1个点球。而且客场战平了马竞，阿森纳在欧冠对阵西甲球队的7连胜被终结了。好在接下来的赛程，阿森纳可以免去舟车劳顿，他们接下来5场比赛全都在伦敦进行。首先就是下一轮英超对阵富勒姆，然后是欧冠半决赛次回合主场对阵马竞，接下来是英超最后3轮，客场挑战西汉姆联，主场迎战伯恩利，还有客场挑战水晶宫。所以阿森纳本赛季唯一一场还有可能不在伦敦进行的比赛就是欧冠决赛，前提是能够在主场击败马竞。对了，今天在阿森纳离场的时候，本怀特一不小心踩踏了马竞的队徽，这引发了马竞将帅的强烈不满。这其实是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球员走进球员通道，本怀特是不管不顾，径直从马竞的队徽上踩过去。于是立刻小西蒙尼首先走上去对本怀特表达了强烈不满，随后他的父亲主教练迭格西蒙尼也试图上前分开2人，但却似乎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于是最终在更衣室通道入口处演变成了一场小型冲突。好，马竞这边他们近10次参加半决赛仅取得1场胜利，其余的9场是2平7负，唯一取胜的那场半决赛就是今年2月12日在国王杯半决赛主场4比0大胜巴萨。但西蒙尼也真的是不错了，马德里竞技的工资单咱们看看，排在他们前面的有大巴黎、利物浦、曼城、皇马、巴萨、拜仁、切尔西、阿森纳、曼联、阿斯顿维拉和托特纳姆热刺，还有纽卡斯尔联队。马竞排在这几个队后面，还能拿到这么多欧冠半决赛的机会，所以西蒙尼的工资虽然给的高，但老 K 认为也是物超所值。对了，今天马竞的左后卫鲁杰里首发打满全场，而且表现出色。之前他在防亚马尔的时候非常狼狈，但在跟亚马尔踢完之后，感觉其他球员的突破在他眼里就跟慢动作一样，确实进步明显。他今天赢得了6次对抗，创造4次机会，还完成4次抢断，3次赢回球权，0犯规。这位意大利23岁的左后卫感觉快被西蒙尼给练出来了。而这样进步神速的鲁杰里，在世界杯意大利队竟然进不去，哪怕当个替补，连替补的机会都不给他，难怪意大利进不去世界杯。好的，这轮半决赛首回合踢完，同时创了2个纪录，一个是本次欧冠半决赛首回合一共打进了11个球，上一次还是在1959到60赛季。但是马竞对阿森纳这一场没有运动战进球，上次出现这种情况还得是10年前。好吧，不管怎么说，马竞和阿森纳这2个最强之盾，总有一个会出现在决赛中。老 K 不知怎么的，总觉得阿森纳阿尔特塔今年的可能性更大。好，今天的另一场 C 罗打进了第970个球，也带领着利雅得胜利2比0战胜了吉达国民，以8分的优势领跑。本赛季联赛冠军已经在招手了，关键时刻还得是球王 C 罗。今天是打到了第77分钟，菲利克斯开出角球， C 罗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好，接着咱们轻松一下。今天传来消息，纽卡斯尔联愿意以4000万英镑卖掉沃尔特马德，现在已经有2家德国球队开始接触，纽卡是准备维萨也不要了，沃尔特马德也不要了，及时止损，赶紧认栽。沃尔特马德来到了纽卡之后，本赛季首发21场，只有7个进球3个助攻，这无论如何没法跟上赛季的伊萨克比。另外，皇马这边关于新任主教练的消息，各方都在确认，现在皇马弗洛伦蒂诺的首选就是穆里尼奥回归，这对老 K 这个超级穆里尼奥人迷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你要知道，近10年的穆里尼奥完全没有什么建树，虽然在曼联时期有3座小的冠军奖杯，在罗马队有个欧协联冠军，但后来离开曼联之后，他执教的球队是越来越差，都不是联赛当中最强的，一直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在前行。所以如果下赛季穆里尼奥真能执教皇马，这是他执教生涯的重大转折。当然，皇马的要求很严苛，球迷的眼光很挑剔，联赛中还得直面现在弗里克调教有方、进攻狂暴的巴萨。但穆里尼奥什么人，什么都不怕。当年第一次来到皇马，当时皇马是欧冠16郎，每一次只能止步于16强，而当时的巴塞罗那是瓜迪奥拉组建的梦三队，不可一世，太嚣张。但梦三王朝正是被穆里尼奥亲手给终结掉的。而且他当时打造的那一支阵容也是后来皇马连续获得欧冠冠军的基础，所以老 K 是无论如何必须坚决支持穆里尼奥。现在有消息，皇马可能计划让阿韦罗亚在皇马出任他的助理教练，而现在最终名单好像就只有穆里尼奥加克洛普。克洛普当然好，他是有极强的领导力和激情打法，而穆里尼奥呢，则是有丰富的冠军经验，还有战术纪律。总的来看，老佛爷这次要的是一位个性鲜明、极富领导力，而且能够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带领皇马在高水平赛场上拿到冠军的教练。无疑克洛普和穆里尼奥都符合这些要求，但有一点，目前皇马还没有和任何候选人进行直接接触，赛季结束前不会与任何人对话。这个策略符合皇马俱乐部尊重时间安排，不干扰当前的各项安排。不过从赌场传来的消息，穆里尼奥现在领跑皇马的新帅赔率榜，而且赔率远远低于其他的候选者。本菲卡这边也已经将马尔科·席尔瓦作为自己的备选主教练，以防止穆里尼奥离队。对这件事情，过去前皇马主席卡尔德隆他是非常了解弗洛伦蒂诺的。他表示，现在关于穆里尼奥是弗洛伦蒂诺在放风。他说呀，我不确定弗洛伦蒂诺是否已经决定新帅人选，我个人并不了解这方面，但他这个人通常喜欢先放风，了解大家的反应。我认为这是某个记者或者记者朋友
放出的试探性消息，目的是了解大家的反应。最后会是谁，谁也不知道，因为坐在皇马的板凳上并不容易。过去65年里，只有2位教练连续3年以上坐在皇马的板凳上，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好，这次选帅，姆巴佩姆总的意见相当关键。现在有消息，姆巴佩支持穆里尼奥回归，原因很简单，穆里尼奥可能是最能帮他拿冠军的教练。当年的 C 罗也是在穆里尼奥手下开始达到生涯巅峰，赢得了西甲和国王杯冠军，也为后来的皇马欧冠王朝奠定了基础。现在姆巴佩的处境是何其相似，同样也是个人数据亮眼，球队却无缘冠军。姆巴佩急需一个能为自己搭建体系、最大化自己能力的教练，而穆里尼奥正是这样的人选。另一方面，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还在亲自推动托尼·克罗斯老师进入皇马俱乐部的管理层架构。克罗斯呢，在做出决定之前，希望先了解自己在皇马将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以及能对目前皇马的战略和阵容架构产生多大的影响。他们之间的对话将会继续展开。克罗斯和皇马之间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连结，这种连结非常重要。如果他能加盟皇马，凭借丰富的知识、宝贵的经验，还有出色的领导能力，他不仅能与队内球员良好的协作，也能成为皇马内部的重要人物，还能为管理层提供正确的建议。现在双方正在谈，但具体的职位尚不明确。好，另外，前切尔西的球员穆德里克，他此前因服用兴奋剂被英足总禁赛4年，他现在已经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了上诉。距离他最初被禁赛已经过去了16个月，但穆德里克仍然坚持称自己是清白的。现在他一直通过私人教练进行训练来保持体能。穆德里克算是切尔西历史上乃至整个英超历史上可能最差的引援了。另一方面，切尔西已经告知了自己解雇的主教练罗塞尼尔，说罗塞尼尔肯定无法拿到2400万英镑的全额赔偿。据报道，他的合同中含有解约特殊条款，最终实际到手的赔偿将远低于这笔高额数额，但最后的具体金额可能要等到明年切尔西俱乐部向英国公司注册处公布财务报表的时候才会披露。好，咱们最喜欢的《太阳报》今天有专题报道，阿斯顿维拉和前尤文图斯的球员道格拉斯·路易斯，这位大哥和自己的前女友艾丽莎·莱曼当年是怎么分手的呢？太阳报公布了所有的内幕。这一对恋人去年以非常浪漫的一种情侣转会的方式，同时加盟尤文，也创造了历史。但当时这段童话般的恋情很快就变成了噩梦。如今两个人正在社交媒体上和各自的新欢发布一系列亲密合照，尝试要胜过对方，甚至还互相攻击。艾丽莎·莱曼已经和28岁的前爱情岛男星蒙特尔·麦肯齐开始了新的恋情，而道格拉斯·路易斯在炫耀自己的19岁巴西模特杜达·加斯帕。之所以当时道格拉斯·路易斯要决定分手，是因为艾丽莎·莱曼迅速窜红的名气，还有女孩子拒绝收敛自己性感的形象，所以道格拉斯·路易斯心生嫉妒，最终分手。起因就是艾丽莎发布了一本非常性感的挂历，引发了激烈的争吵。尽管他们后来还和好过，还一起前往了意大利，但裂纹又很快再次出现。总体来说，道格拉斯·路易斯的性格比较内敛，而莱曼则喜欢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所以两人之间一直存在着嫉妒的因素。原来是如此，那么大家都理解，因为只要正常人都不喜欢自己的女朋友天天穿个比基尼在社媒上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可是大家又都喜欢看别人的女朋友。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咱们明天再见。